他们离得那样近，彼此温热的气息都喷洒在对方呼吸之间。蓝忘机轻轻地将唇贴了过去。蓝忘机并没有其他动作，只是将唇贴在他的唇上面，良久并未离去。但这一亲弄得魏无羡心底痒痒的，他便学着记忆里唯一一次经验，用舌头舔了舔蓝忘机柔软的唇瓣，感到那人微微一震，他便大胆起来，双手勾上蓝忘机的脖颈，舔过他唇缝，见蓝忘机没有阻止，便将他的舌头送了进去。其实他也就接过一次吻，还是被动的那个，他只能循着记忆有样学样。他舔过蓝忘机的齿裂，舔过他的舌面，又勾上他还有些颤抖的舌，好像那人有一躲，他便非要追上去纠缠在一起。好容易蓝忘机开始回应他，转侧缠绵，直到彼此呼吸都有点不畅，才不舍得放开对方。当唇瓣离开对方时，蓝忘机看到魏无羡被吻得面色潮红，正大口喘气，许是吻得太久，口液都收不住，沿着他被吻得发红的唇角滴了下来。偏偏这个人还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勾人似的，伸出艳红的舌舔了舔嘴角，这一下像是打开了什么机关。蓝忘机手抓住他的腰侧，将他拉向自己，不由分说的又将唇贴了过去。魏无羡还没缓过来呢，回过神时，蓝忘机已经在他口中肆意掠夺了。他舔着他的上颚软肉，舌尖灵巧的摩擦着，让他又酥又麻，身体都忍不住颤抖，复又像他刚才那样去寻他小巧的舌，将他们死死缠绕。蓝忘机吻他，不像魏无羡之前那样温柔，每一下都近乎粗暴的，像要将人拆翅入腹。魏无羡几乎要被吻得站不住，偏偏吻他的人还不老实，双手在他腰间的软肉上频频摸索，时不时还加重力道，又掐又拧的。魏无羡被摸得心里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但是又不想放开对方，他便也在蓝忘机背后胸前一阵乱摸，但手没再圈着蓝忘机，便感觉脚下更是虚浮。蓝忘机似感到他的无力，双手从腰侧游移到他的两个臀瓣，出力拖住魏无羡一些，又在他浑身上下只有这一处养出了点肉的地方揉搓拿捏。脑子不记得，但是身体好像很熟悉，两人几乎都是按着本能在行动，被前后夹击。魏无羡觉得自己就要败下阵来，他捶打着蓝忘机的胸膛，那人不止没有放过他，还将手上的力道加得更重了些。魏无羡一边极力回吻着，一边将蓝忘机推着走，踩过一地花瓣，早已没人在意。魏无羡将蓝忘机推到床榻边，让他坐下，自己便张开双腿坐在他身上，抱着蓝忘机的头继续索吻。他实在被吻得舒服极了，心想蓝湛不是没经验吗？怎么比我这个有过经验的还厉害？但是这种粗暴的方式怎么有点熟悉？恍神间，蓝忘机放开了他被吻得发麻的嘴唇，突然间就敢天旋地转。蓝忘机将他放倒在床榻上，复又起身压了上来。他推拒着道：“等等，蓝湛，百凤山是你？”说完，看蓝忘机拧眉不解地看着他，他才想起现在的蓝忘机不记得，无从查证。蓝忘机不解，只道他不专心，便抓住他隔在胸前的两只手按到头顶，又俯身亲了过去，只是更用力更粗暴地咬着他的唇瓣，咬得魏无羡生疼，感觉到血腥味在口中蔓延开来。魏无羡被堵住唇齿，不住地发出笨笨的呻吟，蓝忘机便改咬为舔，舔过他的唇角，又好似得了蜜，对着他一阵撕磨吸吮，最后在他下唇上轻轻一咬。这下魏无羡100%肯定百凤山偷袭他的人是蓝忘机了。这可让魏无羡震惊的不只是一点了，这可是蓝忘机啊，最雅正端方，循规蹈矩，克己手里的人，居然趁他不备，偷偷亲他。那蓝忘机是有多喜欢魏无羡？这么想着，魏无羡的脸红的都越发滚烫，这才发现压在他身上的蓝忘机不对劲，这么久了动都没动一下。蓝湛，他轻声唤他，却没人答他，转过头去就看到蓝忘机呼吸平稳，竟是就这样睡着了。幸好本就因被吻得快断气而面色泛红，现在越发滚烫，自己都不敢看，若是蓝忘机醒着被看了去，自己怕是以后都没脸见人了。魏无羡将脸深深地埋进他的颈窝，嗅着他清冷檀香味，心脏抑制不住的砰砰狂跳，糟糕，是心动的感觉。魏无羡醒来的时候，房间已经打理过，蓝忘机早就穿戴整齐，叫好早餐，坐在一旁看书，等着他了。只是今天的蓝忘机有点怪，他胡乱的洗漱，胡乱的穿衣，平时蓝忘机看他这么不整洁的样子，看都懒得看他，
今天倒是眼神一直时不时的往自己身上瞟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。魏无羡当然懂他为什么这样，随意整理了一下，坐到桌边吃早餐，笑着问他：“蓝二公子是不是有话要问我？”良久，蓝忘机才斟酌开口：“我昨天……你喝醉了？我干了甚？”魏无羡喝了口热粥，唇上还有伤口，被烫了下，还觉得有点疼，便咂了一下嘴，又问他：“蓝二公子没有记忆吗？”“没有。”蓝忘机醒来的时候，一手抱着魏无羡，一手给他枕着，魏无羡也抱着他。他可是相当的惊奇了。魏无羡睡觉喜欢抱着东西，他知道，为了不让他抱着自己，所以他叫小二多备了个枕头，平时都是拿枕头隔着他们俩睡的，今天怎地如此亲密？他想先起身再说，动了一下，魏无羡不乐意了，一直往他怀里窜，头还一直蹭过来，无意识地低喃了一声：“蓝湛。”他这才看到魏无羡下唇都破了，一看就像做了什么事似的。他惊慌地起身，又看到两人衣衫都甚是凌乱，最可怕的是他还没有昨晚的记忆。他很在意，又不知如何开口，所以早上眼神一直跟着魏无羡跑。就见魏无羡对他一脸委屈道：“韩光君，你这个人在床上好凶啊！”吓得蓝忘机手上的书啪一声掉在了地上。直到魏无羡哈哈大笑起来，蓝忘机才明白这人又在捉弄他。可是你的……后面的话蓝忘机实在说不出口。魏无羡见他时不时目光低垂，时不时又看向他的脸，他摸了摸自己唇上的伤口，心下了然。我这伤口吗？说着，他往蓝忘机那边靠了靠，用极低的声音说道：“我虽是你道侣，不过韩光君下次亲我时，可不可以莲花西域一些？”这印证了蓝忘机心中所猜，他赶紧别过头，都不敢看魏无羡，耳根脖子一阵通红，半天才挤出几个字：“不知羞耻。”魏无羡才不理他呢，羞耻能当饭吃吗？撩拨小古板那么好玩的事，怎么能停呢？看蓝忘机在一旁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躲起来的样子，魏无羡又笑起来，对他眨眨眼，道：“羞耻什么？难道我摔了一跤也要羞吗？”你到底是……魏无羡的意思就是说，方才又是胡说八道聊他好玩的。看蓝忘机将信将疑，他又道：“韩光君也别怪我故意逗你，昨儿你喝醉了，我想扶你上榻，谁知你突然推我一下，让我摔了个狗吃屎，嘴都磕破了。我小小的报复一下，也无不可吧？啧，不过冰清玉洁的韩光君果然什么都要羞。”说罢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，不理会蓝忘机丢过来的眼神，继续喝他的粥去了。完是一回事，正事还是得做。两人找来刘老爷和柳夫人，对他们简要的诉说了一下这凶尸和柳小姐的故事，听得两人也甚是惋惜。然后魏无羡道：“那凶尸应该是把柳夫人当成云英小姐了。”“什么？”柳夫人相当惊讶，道：“不能吧，云英小姐可比我年轻漂亮多了。”魏无羡却道：“和长相并无关系，凶尸全凭着一口执念活动。他只知道住在这屋子的就是云英小姐，确实是执念啊。他全然凭着这口执念，从战场上走回来也不知多远，走了多久，几月，甚至几年，他就是用双腿走了回来。也不管云英小姐已做人妇，他只知道云英喜欢与之同名的花，便每日走上10几里路，折上一枝，送于他，不带任何目的，所以他没有出现在他面前，只道他喜欢，他便送。执念如此之深，只能化解了他的心中所愿，才能将其度化。不知刘老爷柳夫人可愿相助？”魏无羡坦然告诉他们，又道：“两位的安全不必担心，我们定会保护周全。”这凶尸也是个痴情郎，柳夫人为之感动，便答应了。又一日，那凶尸还是继续来，丝毫没有因为望羡二人的出现而惧怕打消念头。当他把云英放在窗台上时，房里的人唤了他一声：“燕哥哥，你回来了。”窗外的人明显的身形一顿，却是也没有当即跑开。他透过微掩的纸窗，看到里面坐着的人，一袭粉色衣裙，头戴云英步摇，是他喜欢的云英，一时心中感慨万千。名字和穿着打扮都是问宝饼大娘得知的，东西是他俩昨天去置办的。那云英步摇还不好找，他俩寻了将近1天才找到个感觉还行的。至于名字，也是宝饼大娘曾听小姐说起，才对他们道：“它是那春日满开的花，它就是那春日回归的燕，分离了也要再相见。”里面的人又唤了他一声：“燕哥哥。”那人终于回声，问他：“云英，这些年你过得可好？”
柳夫人按照听来的故事告诉他，开始总归是不好的，你走了，我便等你，你迟迟未归，我便到路口寻你，期盼哪日你回来了，我便能第一时间见到你。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的小说，请点击订阅频道，你们的观看是我剪辑影片的动力，感谢您。